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S14赛季呢已经进入了前中期了，相信各大赛区呢都已经成功的把洛阳给打下。希望这季呢大家还过得顺利和愉快。S14呢新增了4大兵种，包括飞熊军、丹阳兵、仙灯死士和解防卫。其中呢热度和使用度最高的莫过于飞熊军了。今天呢，就来和大家一起深度的解析以飞熊军为核心的队伍组法。飞熊军效果分2段，第一段为提升治疗效果 16%， 第二段为主将每回合有 60% 对2人造成 64% 谋略伤害，加上累积治疗量。因此携带的战法呢，最好要有2-3招是奶技，这样飞熊军的价值才会凸显出来。实测呢，带双奶技能45等的鼠骑一般能打上7000到9000的伤害，十分稳定和可观。飞熊军入手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3张群雄星象，基本上呢拿几张未成位就能兑换。加上有奶技的武将很多，即使是月卡党拿华佗、蔡文姬之类的，都能组上一对飞熊旗。蜀国的等风飞熊是目前最实用的飞熊旗，队伍组成有主将姜维、副将关妹和刘备。推荐姜维全智、灵机、识别，关妹医术后全统，军民草船，刘备全智、风使飞熊。队伍强度前期 T0， 中期约 T1。在这里呢，也会建议大家中期3队出来转型麒麟、关妹枪或者是桃园。组队主要的思路呢是姜维给稳定伤害和减属性，关妹提供稳定控制和辅助。这里呢踩踏马是必备的，3踩踏是最佳。和刘备给奶要有长剑也是必备的。队伍呢有控制、有奶、有伤害，发动力也偏高，非常稳定的队伍。等风飞熊呢在前期非常优势。第一，它很好契合开荒队伍，不管是姜关菜或者是姜渊格，前期的等级呢都不会浪费，加上只需要 19C 和转型方便，等级和开荒进度呢会比 20C 的队伍呢超前很多。第二，强度足够，打架前期呢打所有的队伍呢都能打，全满红基本上呢都是能多穿的。比较不好打的呢莫过于当风无奇了，冤旗和带绝旗的鼠枪。至于打地呢，我给 8.5 分。19C 队伍呢40等能刷8地，43或者是44等呢可以刷9地，算是很不错的队伍了。第三，前期共存很好，在武将跟技能呢都全齐的情况下呢，推荐鼠飞熊加吴奇3队练富贵这些呢都是能给顶配的。45级之后呢，再考虑要不要拆鼠飞熊了。因此在节奏越来越快的赛季呢，特别是兵战40这种4天打架的剧本，鼠飞熊呢绝对是版本之子，非常推荐地队出。另一种比较热门的飞熊军则是贾诩飞熊了。组法呢大致分为2种，第一种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富贵飞熊了，舍弃战臂带飞熊军，靠奶量让部队维持高兵力和增伤输出。另一种呢就是带满宠曹操，靠曹操扛伤害，边奶边打，思路比较贴近太尉盾和山河盾。那这2种飞熊军呢，经过实测均是有强度的，大约落在 T0.5 到 T1 之间。优点比传统的富贵或者是太尉输出更加稳定足够，容易低损吃敌军。打大部分的队伍呢，很多时候都能优平。那缺点呢，就是减伤会有点不足容易被爆头，特别是对上张辽旗、百旗、吴旗等，很容易2回合呢就爆头回家了。飞熊军呢，对于满红的富贵旗或者是太尉盾等的组法呢，提升其实不大，
原本的顶配呢的强度已经是很足够的。比较适合的呢是用于把战币替换给其他的队伍这是以共存的方面来想的，如桃源盾、张角盾等等。贾诩飞熊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另外，满宠的组法呢是需要带骑兵的散骑，因此比较适合第3队或者是以后再出。飞熊三仙，顾名思义就是三仙盾的飞熊版了。战法跟标配三仙盾一样，就是把藤甲兵或者是军民换成飞熊军。那在这个体系呢，飞熊的输出也能吃到太平奇谋和风石阵，会是一个很不错的 combo。彩盾兵呢，基本上是稳吃，打一般的麒麟富贵无枪等都能打。然而无奇的必中依旧是硬伤，特别是少了藤甲兵的保护，因此比较适合挑克制打。强度呢落在大概 T1 或者是 T1.5 之间。飞熊军呢算是在新兵种里面非常通用而且很好组的战法，也十分好共存。其他的飞熊军呢，如三环飞熊这队呢，我目前正在玩的，还有华佗飞熊、司马飞熊孙权飞熊等呢，都是偏冷门一点了。而且呢，条件也是有点苛刻如果大家对于三环飞熊有兴趣的话呢，之后我会再做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我的体验。也欢迎各位呢在下方留言，你们这一季玩了哪队飞熊军体验喜欢这部影片呢，请帮忙小弟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我是凤凰，我们下期见吧，拜拜。